这才是近年来最生猛的驱魔电影，强烈建议在家人陪伴下抱团观看。女人四脚朝天被绑在床，此时的她正享受着恶魔附体的欢愉。由于灵魂被邪灵抢占，女人直接将嘴边活物收入囊中。她的丈夫雅各布是一名驱魔人，面对恶魔的肆意挑衅，他不停呼喊妻子名字。经过一番神操作，恶魔化作黑烟从女人口中喷出，随即现出原形脱身而逃。原来女人每隔几周都要被附身一次，小帅认为这是恶魔的报复，就劝叔叔停止驱魔活动。可雅各布心存仁者之心，再加上最近恶魔猖狂行凶，他无法置身事外，只得舍下妻子拯救苍生。可最近超负荷的驱魔法事，老人已有些体力不支，本想让侄子过来打辅助，无奈小帅有人生大事要谈。他正和 DJ 女郎小美处对象，也许是和恶魔缘分未尽，没想到追到手的女友竟有一双阴阳眼。突然一个怪物出现在舞池中间，对方掀下斗篷，竟是一只可怕的秃顶恶魔。下班后，小美把此事告知好友。原来在她6岁的时候，父亲被恶魔附体杀死了母亲，从那之后她就拥有了看到恶魔的能力。其他人对此半信半疑，唯独小帅深信不疑，因为之前他给叔叔雅各布做助理时曾接待过一个大富婆，对方有个怪癖，就是不管到哪都想偷东西。走投无路之下，富婆找到了雅各布。雅各布一看便知他被恶魔附身，随即开始驱魔仪式。恶魔在富婆体内挣扎挑衅，好在对方意志足够坚定，偷盗恶魔被成功逼出。听了这个故事，小美很是开心，当即央求男友帮忙引荐雅各布。隔天几人就在海边餐厅见面，雅各布侃侃而谈自己的第一次驱魔经历。当时大兄妹被欲望恶魔附体，面对恶魔的各种肢体引诱，雅各布只得闭上眼睛实操。好在女人及时喊出自己的名字，恶魔被成功驱除，化作大团黑烟溜之。这样的驱魔活动，雅各布已进行了无数次，见过的恶魔更是不计其数。作为一名资深驱魔师，雅各布业务繁忙，因为20分钟后还有客户要约见。一番简单介绍后，就带着小帅一起离开了。两人回到驱魔工作室，客户早已等候多时。海伦的丈夫黑哥一夜之间性格大变，不仅酗酒赌博，还差点淹死好基友。雅各布听后把黑哥捆到躺椅上，然后开始交代驱魔过程。每当他问这是谁的身体时，黑哥就要立刻说出自己名字。驱魔过程中，雅各布在男人口腔里看到了恶魔，他体型娇小但力量强大。黑哥完全被恶魔控制，挣脱束缚，一把掐住了雅各布。小帅见状急忙把他的胳膊绑回原位，然后让海伦帮忙发问。黑哥听到妻子的声音恢复神智，恶魔则冲出黑哥身体，直接吸附到了雅各布身上。雅各布深知大事不妙，火速来到后院自行驱魔。他一边诵经祈祷，一边净化灵魂。不多时，恶魔就从他的身上逃跑。经此磨练，雅各布的身体已被严重透支。这时前台又接到了一单新任务。一对夫妻住进了凶宅之后，丈夫就脾气大变，似乎已被恶魔附体。雅各布约好第二天去他家驱魔。当天晚上，正在熟睡的小美被怪声吵醒，便来到外面查看，发现眼镜妹正背对着她。小美缓缓靠近，对方直接一个猛转身，竟然又是一个可怕的恶魔。他在墙上写下了一行血字，恶魔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，小美就凭空飞出了10几米。然而事后等他们在检查时，一切又消失不见。此时小帅接到了雅各布的求助电话，于是几人急忙赶了过去。原来是那对住进凶宅的夫妻发生了意外，可小美却在窗口看到了一个人影。几人觉得不对劲，赶忙走进屋子，所有的门瞬间被锁死，他们被困在了里面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先去检查男人的情况。雅各布走进房间，看到对方就绑在房间中央，他的身体两侧还有鲜血不断渗出。雅各布掀开地毯，在下面发现了一个邪恶法阵，而男人就处在法阵正中间。雅各布问女人为何家中会有此不祥之物，可对方却表示并不知情，因为男人从不让他靠近这间房子。这时小美突然从男人身后看到一个模糊怪物，就在她细细端详时，突然被一股无形力量吸进了衣柜。一只长爪鬼手从角落伸出，小美慢慢转身看去，之前在舞厅偶遇的秃顶恶魔再次现身。好在柜门被及时打开，小美才得以逃出升天。雅各布知道衣柜里只是个小兵仔，真正的大 boss 应该在男人体内。他不断逼问恶魔的名字，对方默不作声，只是露出一丝邪笑，随即对
夹杂着无数的飞虫消失在墙边。此时男人的意识恢复正常，女人看到后急切地冲到法阵中央。雅各布则把小帅和小美叫出房间商量对策，因为这是他遇到过的最强大的恶魔，不仅能随意寻找记住，还能召唤同类蛊惑人心。地上的阵法符号拼成了阿卡玛纳，是撒旦的9子之一。凡是被掌控的人都会失去分辨正邪善恶的能力。之前的房主是一个撒旦崇拜者，为了召唤阿卡玛纳，亲手杀死妻儿后自杀献祭。至于其他的，雅各布也一头雾水，他只能把圣水分给了两人将计就计。另一边，眼镜妹和男友还在楼下拍摄纪录片，他突然发现橱柜自己动了下来，两人四处检查却没注意到角落。恶魔大 boss 附在眼镜妹身上，控制着她掐住男友的脖子，将其高高举起，直接敲晕了过去。此时雅各布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女人，他猜测恶魔被召唤后困在了这里，现在只要把阿卡玛纳逼进自己身体，然后再送他回地狱。这时清醒后的眼镜妹跑进来，说出了男友昏迷一事。小美和小帅赶紧跑下去查看，发现对方就蹲在冰箱面前狼吞虎咽，脸部表情变得异常恐怖，显然恶魔又转移到小帅见状拿出念珠驱邪，没想到这个恶魔刚被驱走，楼上就突然传来响声，两人火速上楼查看，发现女主人和雅各布又被附身，雅各布漂浮在天花板上，嘴也被牢牢封住。在小帅帮助下，雅各布成功夺回身体控制权，可女人又飘到半空，他操控着雅各布对众人发出恶毒诅咒，整栋房子被魔音操控的摇摇欲坠，忽闪忽闪的灯泡简直比舞厅还要热闹。小美和小帅见状赶紧给男人松绑，几人合力把女人控制住，无奈恶魔的力量太过强大，又控制不住的悬浮起来，还对着小美嚣张的大声嘶吼。女孩愤怒的将双手按在他的腰间，没想到对方竟神奇的睡了过去。大家小心翼翼的把女人抬回法阵里，想趁机把她锁起来驱魔，没想到对方却突然醒了过来。经过一番手忙脚乱，女人被成功锁在法阵中央。雅各布重新开始仪式，但恶魔已完全侵占了他的灵魂。见女人迟迟不肯说出名字，雅各布只好让小美泼洒圣水，小帅也拿着念珠不停念诵经文。在众人的帮助下，雅各布拼尽全力拉出恶魔，小美趁机使出如来神掌打向女人。就这样，阿卡玛纳被成功逼退，附身在了雅各布身上。老人冲出别墅，赤脚站在地上，体内邪祟刚被驱逐，他就精疲力尽地倒在了小帅怀里。小美一脸惊恐地看向前方，发现阿卡玛纳就站在眼前。原来他并没有被送回地狱，而是恢复自由飞翔的天空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重获自由的阴谋。众人潜心驱魔，却无意释放了邪恶。为了彻底消除此恶魔，他们组成了6人驱魔团队，决定继续追逐阿卡玛纳的踪迹。